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的透视感。我们知道，照片是一个纯粹的二维空间，但是照相机所拍摄的景物却几乎都是立体的三维空间。那么，要想表现出物体的实际效果，那就必须借助能在平面照片上使得我们的视觉产生深度感的表现手段，那就是透视。说到透视，我们不能不谈到汇聚线。汇聚线是透视呈现的主要方式。当我们分析照片的透视构成时，都会引入汇聚线进行分析。这些直线在大多数场景里其实是平行线，比如公路的两边，或者是墙的顶边或底边。这种由远及近的变化都可以简化成为汇聚线条，从而叙述这个由远及近的空间。如果它们在画面里延伸的足够远，会真的在一点相聚。它们相交的一点叫做透视上的消失点，也称灭点。如果我们按照场景来分，大致可以分为单点透视、两点透视和三点透视这三个类型。一点透视的原理就是我们看到的物体连接成的线条，在远处消失或汇聚到了一点。这些线条叫做视觉引导线，它们可以是实线，也可以是虚线。这些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线条，引导你的视线导向主体位置，或者起到一个结构画面的作用。两点透视指的是一个立方体任何一个面均不与画面平行，也就是说与画面形成一定的角度，但是它垂直于画面的底平线。它的透视变现消失在视平线两边的余点上，称为成角透视，也称为两点透视。当我们从正面拍摄某个主体时，这种情况下，在视觉的感受下，它就能够表现纵深和侧面的两个方向的视觉内容。向外延伸的纵深和侧面的延伸也会带来有趣的空间感。当我们需要对于三维环境进行描述时，三点透视构图就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够很好地将被拍摄的主体的立体感呈现出来。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的建筑全景俯视照片都会采用三点透视的构图方法。三点透视构图拥有最强的空间感，但是却利于单一元素的突出表现。因为在三点透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整个环境。在现实中，同样大小的物体，由于它们距离拍摄点远近不同，会显得近大远小。拍摄者利用这种大小变化上的对比，可以表现出空间深度。因为体积透视的原因，本来同等大小的物体，距离我们的拍摄点越近的就显得越大，距离我们拍摄点越远的就显得越小。通过这种体积透视的效果，使我们感受到空间的纵深。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利用大气的透视现象进行构图。站在巍峨的高山之巅，俯瞰大自然的美丽景象，给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壮观场面。大气透视往往给人以纵深感和层次感以及空间感。在下面这张照片中，它很恰当地表现出这种大气透视的现象，在群山中很好地再现出空间深度。如果被拍摄的对象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不同，镜头聚焦在平面上的景物形成清晰的影像，聚焦平面前后的景物影像产生不同的虚化。利用这种虚与实的变化产生出来的透视效果，表现出空间的纵深感。虚实透视和景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景深小，远近虚化的效果明显，透视的效果强烈；而景深大呢，远近就比较清晰，而透视效果相对较弱。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色彩的透视。例如拍摄室外的彩色图像，在一般情况下，远处的静物常常不如近处的色彩饱和，
这是远景受到大气介质对光线漫反射的影响。在色彩学上，还把红、橙、黄等暖色称为前进色，也叫膨胀色。在红色系中，像粉红色这种明度高的颜色为膨胀色，它可以使物体在视觉效果上变大的颜色。像蓝、青等冷色叫做后退色，也叫收缩色。前进色显得距离近，后退色显得距离远。拍摄者可以利用这些颜色的特性，形成一种色彩的透视效果，强化景物的空间关系。在实际的摄影创作中，一幅摄影画面可以同时兼有2种以上的透视形式。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意愿，在画面中加强透视效果，或是削弱透视效果。透视感可以使照片还原真实的3维空间，透视感强，空间感就越逼真。当然，透视感的强弱与拍摄的角度有关，选择不同的拍摄角度，透视感也不相同。通过不同的透视感，我们可以表达不同的气氛。例如，强烈的透视可以拍出夸张的空间感，而有目的的削弱透视就可以让画面显得更加紧凑。我们可以根据想要表达的效果进行透视运用。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角镜头的拍摄。广角镜头使远近事物大小的对比十分明显，透视效果好，有强烈的纵深感，可以有效地把近处的景物和远处的景物纳入同一个画面。所以在拍摄同一事物、同一景别的画面时，广角镜头拍摄的画面比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透视感强。在使用广角镜头拍摄风光或者街景的时候，我们最好寻找一个前景，让画面存在兴趣点，有层次，否则就会显得画面很空。其实，透视是一种绘画中的概念，就是观众在观看一个2维画面中的物体空间关系。当观看的角度不同，所形成的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投影不同的画面空间感。透视在绘画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绘画延伸的摄影，也必须掌握这个原理，是将摄影所取3维画面如何去立体地表现在2维的平面上时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摄影理念。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